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el。我在湾区硅谷这边当了15年的 TPM， 卷不动以后我就 fire 了。现在的我算是一个 part-time 的博主吧。我目前的收入 structure 很全球化，有投资，也有我的 active income， 还有一些咨询的收入。我就在想，既然我的收入这么全球化，我也没有必要非要在加州这一个单一地点，高税收、高通胀，加州这杯咖啡税味太重，确实是不太好下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频道经常去研究要搬去亚洲的什么地方去退休。之前咱们也研究过好几个地方，东京的雪，台北的雨，但我总觉得这个国际化的拼图还缺了一块。还有一个地方一直是 on my list， 我以前在字节工作的时候有幸出差去过新加坡，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，我一直都觉得挺适合我的胃口的。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来好好研究看看，我的钱是不是可以在新加坡给我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我们用数据说话。每次我跟朋友谈到新加坡，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那边也很贵啊，房租的价钱几乎跟旧金山持平了，但是同样的价钱，性价比会好很多。新加坡买车也是出了名的贵，但是通过我的 research 呢，算了一笔账，在新加坡住，首先你不需要买车，通常你住的地方楼下就会有 food court 商场，还有公共交通。在硅谷这边，我买一个便当最起码20块美金起价，但是在新加坡大概就是4到8块就可以搞定了。更重要的是安全感，晚上就算很晚，我也敢在新加坡带我的狗出去溜达，出门不用担心被砸车窗。这种精神层面的放松是湾区给不了我的，尤其是对说中文的朋友，那边离家乡也近，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融入，几乎可以算是无缝连接。既然我在考虑搬过去，那衣食住行还有医疗、孩子的学费各个方面都要看一下。咱们先来看看房子，我喜欢上点具体的数据。新加坡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区域应该就是 CCR， 那边是新加坡最顶级和最核心的区域，它是由传统的豪宅区还有商务中心啊、顶级的购物区所组成的。我们先从一房的公寓开始看，我们从小看到大。One bedroom 的 condo 在新加坡的 CCR 区域，一个月的租金是3500到5500美金。如果是旧金山的 luxury apartment， 我看的区域是 SoMa 或者是 Pacific Heights， 一个月是3200到5000，甚至要比新加坡这个 CCR 的便宜那么一丢丢。但是在旧金山老一点、旧一点的房子会比较多，然后新加坡我说的这个是通常是15年之类的楼盘。新加坡的 condo 有标配 amenities， 比如说50米的泳池、健身房、网球场这些。但是在旧金山呢，你最多就是有一个 community garden 或者是简易的健身房。周边环境来说，新加坡是极度安全的，离你房子很近就有 food court 还有商场可以逛。但是旧金山的话，安全 depends on 你在哪个 community， 每个街和每个街还不太一样，通常去哪儿都是需要开车，停车费也非常贵。如果我们看稍微大一点，就是2房的公寓的话，新加坡的代表是乌节路或者是滨海湾这边，每个月的租金是5900到8300 USD， 也是很贵。跟旧金山也差不多了 ，2 bedroom 的 luxury apartment 大概是6000到8500一个月。如果我们看新加坡的大众化区域，比如说但宾尼或者是碧山，那它的月租就会降到3000到4300美元这么一个概念。SF 的代表呢，就是如果在 Sunset 或者 Richmond。Not as good 的 district， 那大概是3500到4500的租金。我也看了一下买房，就是如果在旧金山买一个房子，150万美金可以买到一个1920年建的那种木质结构，然后隔音也很差，没有车位的老破小 condo， 但是同样的价钱，大概200万新币，在新加坡可以买到一个5到10年新的 condo， 建筑的用料是全石材，带上 Olympic 泳池，还有 tennis court， 还有 24-hour 的receptionist， 设施非常先进的公寓。虽然在住的价钱上我省不了太多钱，但是住的环境和性价比还有安全感会提高很多在新加坡。接下来我们看吃饭，这个也是一个难题，在湾区。我家是我和我老公2个人嘛，通常我会一半的时间在家做，一半的时间买外卖。我们2个人的伙食费在硅谷这边每个月大概是3700美元，但是如果是在新加坡，同样的钱我不仅能吃得更好，甚至还能省出1个人的往返机票。Again， 我们看点具体的。我住在硅谷，想要点1杯奶茶
通常就要20块。我说的是送到我家的奶茶，这个通常会需要用到 DoorDash 或者 Uber。奶茶本身可以在$8之内打住，但是因为要加小费还有配送费，所以就要$20多，实在是贵的离谱。所以在我印象中，我应该也就最多点过1次奶茶送到家。但是在新加坡就很不一样了，就我去出差的时候，我们字节的办公室楼下的那个 MRT station 好像是叫 Tanjung， 那边有个大的 food court。我就记得每天我跟同事去上班的时候，会经过这个 food court， 然后就会讨论我们中午来买什么吃的好，因为选择实在是太多了。我记忆犹新的应该是酸辣粉，我很喜欢吃那边有家酸辣粉，再加一杯奶茶，加起来也最多是$9就可以打住了。我算了一下啊，如果我们搬去新加坡，那伙食费的话，每个月大概可以省下来$2000，一年就是24000呢。这个钱足够我支付新加坡一个不错的公寓的1半房租，或者是支付我的医疗保险或者旅行费用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说说医疗吧。California versus Singapore， 如果我没有雇主，那我每个月要一个人 cost 多少钱？当然我选择我没有雇主是因为我搬去新加坡 most likely the case is 我和我老公都会是没有在给别人工作的状态。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要多少钱，因为我住在加州嘛，所以我会用的保险是 Cover California， 每个月的保费大概是550到750 USD， 这个是 Silver Plan 没有补贴的情况。我的自付额大概是5200到5800，还有我的自付上限就是 out of pocket max 大概是1万块钱，这个是我每年的保底的开销风险。新加坡呢，它那边的保费是加州的1/3或者是1/4。最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私人医院，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那种 IPMI， 非常强调 full cover， 也就是说如果我住院了，除了需要付非常小比例的 co-payment， 其他的账单几乎是不用管的。还有如果我想要看专科医生，比如说妇女科就已经算是专科了，加州这边通常预约要等2到4周都有可能，然后挂号费的话是$400起步。新加坡呢，当天或者隔天就能给我看，私立的专科出诊费大概是200到300新加坡币，也就是150到220之间的美元。所以在新加坡我买一个私立/国际保险，每月保费大概是110到260美元。Deductible could be as little as 0。Out of pocket max 通常在新加坡是由保险公司全额 cover 的。以上我们看了这么多开销，我们来算一下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吧。我这边会看2个 case， 因为我的很多观众是一个夫妻加上最起码1个孩子，所以我就算了一下，如果你跟你的 other half 都住在新加坡，然后你们有1个孩子要读私校，那新加坡 versus 硅谷的 cost difference， 我的设定条件是这个房子得有3房2浴，最好是有漂亮的 nature， 然后人比较少，比较安静。孩子呢是读私校，还有自费医疗，吃饭是1半外食1半在家做。那这样看的话，在新加坡想要避开人群亲近自然，我查到的地方是五吉芝马或者是东海岸。五吉芝马那边是有很多自然保护区，还有一些低密度的小型公寓，出门就是徒步道。新加坡的 condo 通常会标配24小时的 security， 还有游泳池，这些一种度假的感觉。每个月的租金在新加坡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大概是4500到6000 USD， 对比 Santa Clara 或者 San Jose 那大概是5500到6500，所以新加坡还是要便宜一些的。关于学校，at least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很想自己的孩子上私校，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private school。据我了解，在美国上 private school，at least 在硅谷这边啊，除了学费还得交一些捐款的这种文化。但在新加坡，像 Stanford American 或者是 UWC， 1个月的学费折合美金大概是3000左右。大部分国际学校都会离家挺近的。饮食上来看，一家3口人在新加坡，因为经常可以吃到便宜的 food court， 或者是餐厅也会便宜很多，所以就算有1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吃，1个月大概也就花2200左右。versus 在硅谷的话，想要这么吃，3个人1个月大概要4500左右。医疗我们算3人的保费啊，在新加坡大概是500块，然后在硅谷的话自费是1800。水电网在加州是要交电费给 PG&E 的，还有一大堆杂费，比如说垃圾什么的，所以在加州是600一个月，在新加坡是350。
交通的话，我们在加州住，一个 family 最少也得有1台车，那油费加保险怎么也得1000块钱一个月。在新加坡呢，如果你一直在坐公共交通的话，MRT 坐那边的地铁是花不了多少钱的。如果你一直在打车，那还是有点贵，一个月大概可以花到1500美金。总计，新加坡每个月可以节省5000到6000美元 for 3 people family， 每年就可以省下大概7万美金。孩子的教育体验和你的医疗体验都会上升。挑战在于那边全年气候都有点湿热，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。刚刚我说要看2个 case 嘛，第2个 case 就是丁克，像我家这种夫妻2个人没孩子，一个月要花多少钱？虽然没有孩子，我还是想要住3 bedroom 2 baths， 同样的社区，在新加坡3个房间每个月大概是4500到5500美金，2个人吃饭在新加坡就降到了1500到1800 versus 在硅谷这边，我刚刚说一个月花3700，医疗保费2个人一个月在新加坡只需要花350，但是在美国需要花1200。水电网 for 3 bedroom apartment 在新加坡大概是300块钱，但是在硅谷这边需要550。交通我们就算大概800块钱吧，大概持平两边。丁克族的我家每个月搬去新加坡也可以省4000到4300，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在新加坡需要花7500到8800美元，但是在硅谷这边我会需要花大概12000到13000美元一个月。聊完了开销，我们就来说说收入吧。对于我家来说，不管我持有的身份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，我都算是美国的纳税人，也就是要给美国交税。搬离加州搬去新加坡，首先就是省了加州这个 up to 13% 的州税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一直在美洲定投 VOO 还有 VXUS 这些 ETF， 所以意味着我搬过去以后，我如果卖股票赚的那个溢价是不用在新加坡再 double 交税的。我的老观众也知道我有几套投资房，那我自己的 active income 呢，就是现在这个 YouTube 频道，还有它带来的广告合作商或者是一些咨询的服务。因为我有推出那个 one-on-one consultation 嘛，所以我有这么多不同 source of income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搬去新加坡，我要怎么 settle in， 我要怎么弄身份还有报税。通过我的很多 research， 我找到了 Awesome 帮我解决了最头疼的落地问题。后来我才发现，真正麻烦的不是搬家，而是怎么把我的这些全球收入啊、身份呀，还有税务结构真正的搭建起来。如果是偏跨境电商或者是供应链在国内的话，香港通常会更方便。但是像我这种偏内容啊、自媒体咨询还有国际收入的这么一大堆，我会更倾向于新加坡。我找到的 solution 就是通过 Awesome 在新加坡注册一个艺人公司。原因有3，听我跟你道来啊。第一是身份，然后让我合规的待下来。既然我家是想要在新加坡长期生活嘛，所以我肯定需要一个合法的居留办法。通过 Awesome 帮我注册公司，他们可以帮我申请 Employee Pass， 这样我就可以合法的住在那边，还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新加坡的税务居民。原因2就是税务优化，因为我要给美国交税嘛，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 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， 每年从我新加坡开的公司给我自己发12万多的薪水，这部分钱是不用交美国的 Federal Income Tax的，因为对我的公司来说，这个不只是我的薪水，也是运营成本。这种结构就非常适合我这种艺人公司。当然，你的具体的 Foreign Earned Income Exclusion 的额度还有申报资格，还是建议你去找 Awesome 的专业会计师帮你做一个详细规划，确保完全符合 IRS 的规定。我说的这个12万多是 specific to 我的情况。第3个原因就是 efficiency 效率。在新加坡开公司那边的要求是你需要有一个当地董事还有秘书，我上哪里去找这些？当然也要通过 Awesome， 非常符合我这种数字游民。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操作哈。首先我是点的这个外国人注册公司这个 page， 然后我看了费用码，对我来说我会选这个全面合规加上签证服务的方式。这样子我就把公司注册、Visa、税务，还有在新加坡开账户啊，每年要审计秘书文件呀、税务申报啊，这些全部都 outsource 给 Awesome。我觉得大家时间都很宝贵，我一直是 all for 把这些对我来说要花很久时间学习又很麻烦的东西 outsource 给专业的人，这样子会省我一大群时间和 headache， 我就不用线下专门去找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呀，或者看一大堆不懂的报表。有什么问题我都是直接在这个 chat 窗口跟我的专业真人团队沟通，他们响应非常快，让我很省心。这种 all in one 的数字化管理才是我想要的自由职业状态。
他们也有这个手机 APP 啊，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控公司的财务状况。如果你也想要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业务基地，我专门给咱们频道的观众争取了福利啊！点击我评论区的链接，不仅有16%的注册折扣，他们还会给你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公司注册服务。建议大家可以先找他们的团队咨询一下，看看什么样子的结构最适合你的资产情况。其实聊了这么多，我最想说的不是新加坡比湾区能便宜多少，对于 FIRE 人群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要逃离什么地方，而是有这个自由选择权。以前我去新加坡是为了去字节上班，现在我可以为了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资产增值，主动选择搬去新加坡。搬家呀、换城市，尤其是换国家，这些听起来很难，但是其实都是可以 break it down into smaller pieces。你会发现居住环境有 comp 可循，饮食医疗也有数据可以对标，而这里面最复杂的财税规划，其实也已经有了像 Awesome 这样子成熟的数字化工具，帮你一键托管。如果一个地方住无聊了，想给自己的生活和资产找另一种可能，建议你今天就去 Awesome 的网站看看，利用他们的免费咨询功能，先让他们 assess 一下你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可能迈出这一步。好啦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肯定是对人生有追求的人，点个订阅吧，别让我们的共鸣走散了。我是 Ariel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